今年呢，楼市全面的松绑，但是老百姓的热情并不高，甚至呢已经很低迷了。我们说，今年的这个楼市松绑是以前所有的年份都没有这么密集的，可以说对于买房者呢是非常利好的。但是好像大家呢并不在意这一点，不像以前呢稍微有一点松绑的这个政策，马上楼市的交易量就上去了。那今年呢也可以说是去库存，但是现在没有人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又想了2个招啊。第一呢就是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子有补贴，第二呢就是鼓励事业单位呢团购有补贴。那这2茬韭菜在割完了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该怎么走呢？今天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进行一个讨论。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我们来说对于这个农民工进城买房，多地呢都是发文鼓励的。那具体有什么鼓励呢？首先有的呢是在这个契税上面有所补贴，给承担一部分。还有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自愿放弃宅基地进城买房子，一次性给你多少钱的补助。还有呢，你作为农民工在这个城市里面买了房子以后，对于这个子女的教育有相当大的好处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各方面的利好政策，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子，让农民工呢放弃自己的宅基地，放弃呢自己的土地，进城生活安家。那最近呢又有多地呢开始鼓励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个员工呢开始进行团购买房子。注意这一次的团购买房子呢和2014年、2015年的团购买房子是不一样的。2014年到15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开发商在建房子的过程当中呢，当时的价格也没涨上去，所以呢房子销售的比较慢。于是呢，这个开发商就会和当地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事业单位进行合作让这些员工呢进行集体的团购购房。当初呢我们叫团购房还有呢一部分是叫这个顶账房。当时的房价呢是很便宜的，因为呢你是整体的团购，所以呢价格是相当低的。我记得呢我们所在的城市当时在2014年到2015年的时候，这个团购价呢只有4000多块钱，但如果呢你以个人的名义去售楼处买房子，大概呢就得5000到6000块钱，这差不多呢1平方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和当时是不一样的。现在呢是很多人已经有房子的不愿意买房子了，那么他鼓励你再一次进行团购。这次团购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对吧？如果呢你一次性团购30套，那我的总房款呢就给你优惠3%。如果呢你一次性购买50套以上，我这个呢房价呢给你优惠4%。如果呢你一次性团购100套以上，我这个总房款呢给你优惠5%。总之呢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们买房子。那这一次是否能够激起农民工以及呢这个事业单位的员工来进行买房呢？我看倒是未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一次去库存，但是当时可以说我们住房的需求仍然比较旺盛。但是到了现在，96%以上的城镇居民已经拥有房子。那我们呢可以把买房子的群体呢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城市的正常刚需，也就是说呢我们正常的老百姓买房子。可是现在老百姓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收入减少，爱存钱或者说呢已经背负着高额的房贷，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房子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之前我们一直没动的一块蛋糕，那就是呢农民工。农民工呢以前是在农村生活的，现在呢也鼓励你进城买房。还有呢我们这个事业单位的人之前呢已经有固定的房屋，可能呢目前对住房的需求不是很旺盛，那也鼓励你买房子。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农民工进城以及这个事业单位的员工买房，它会对这类群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首先呢就来说这个农民工本身。农民呢在农村生活的是相当惬意的，因为呢农村的宅基地以及土地呢都属于是村组织、村集体，所以呢它就失去了金融属性。这么多年你看农村的房子基本上是没有交易的可能性。那么农民在农村呢生活的是相当安心，只不过呢收入对比城市来讲呢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我们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好，现在呢鼓励大家进城买房，首先呢让你放弃宅基地，放弃了
宅基地以后，农民进城以后，又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那我们要做什么工作来维持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买。在农村，我们有自己的地，我们自己种粮食，自给自足。但是到城市，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消费。然后呢，你买了房子，还要面对呢20年到30年的房贷。注意啊，现在买房子和20年前买房子可不一样。现在是高房价、高位稳定，随随便便一套房子就可能上百万。那么农民工进城的岁数是多少？如果40岁进城，难道我们还贷款要还到70岁吗？如果是50岁进城呢？那我们贷款的年限又短，我们还的金额又高，我们的养老怎么办？等等，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后续这些问题不处理好的话，那么农民工进城买房子有可能直接被套牢。这种套牢甚至呢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城市当中买房子更加的惨，因为呢农民抗风险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我们呢接着再说事业单位的员工买房子。那其实呢他们这一类群体呢是收入最稳定的群体。我们说普通老百姓呢要么打工要么做生意，对吧？做生意呢我们赚得多，比公务员可能赚的都多，但是呢我们承受的风险也大。年景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呢一旦经济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呢一些天灾人祸不可抗力因素，那我们呢有可能会直接破产，甚至呢还会负债累累。但是呢公务员之内的或者说事业单位之内的这些员工，他们呢讲究的是细水长流，可能工资呢并不是太高，但是呢一直稳定，逢年过节呢有各种礼品还有呢一些福利，到了退休的时候呢工资可能还比我们高一些，而且呢享受各种各样的医保等各种公共福利。好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讲呢，他们并不缺房子，有的家庭呢有1套甚至呢有2套房子。为什么他们没有压力呢？因为他们呢有公积金，他们的利率低，他们的还款每个月呢都在承受范围之内。现在鼓励大家再重新买房子。好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我们面临的是老龄化和少子化。为什么现在提出了2胎3胎，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不愿意生？就是因为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我们不敢去消费，不敢呢再生一个孩子增加我们的负担。但是往往这个事业单位收入稳定的这群人才是生孩子的主力军。那现在呢鼓励大家再买一套房子，把钱又投入到房子里面，那谁来生孩子？这个呢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呢在整个2022年全面的楼市松绑以后，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鼓励事业单位的人进行买房，可以说又会让他们陷入被动。再加上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购房的热情并不高，如果这些人再陷进去的话，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又会走向何方呢？可能就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请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本期视频到此为止，拜拜。